堪称大小姐，你叫我正道的光。苏卓，今日之辱，我沈风尘记下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给我等着！我这是穿书反派了，而且刚好卡在原主羞辱完男主强行退婚的节点，死定了，死定了！加油，我看好你哦。大小姐，您刚才退婚的样子简直太帅了。帅吗？当然，论神机妙算，谁能比得过您？您先是截胡烧了那个野丫头寄回苏家认亲的信，断了她的后路。说的应该是原书女主。今天又亲自上门，把沈风尘这个废物的脸踩在脚底下退了婚。今天这个是原书男主，而且您放心，奴婢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第一时间把退婚的消息昭告天下了。完了！现在整个玄蒙界都在嘲笑沈家死了3任家主，大不如前，笑话沈风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咱们苏家的威风算是彻底立住了。别说了，我知道了。我苏卓，一个倒霉的穿书者，别人穿越都是吃香喝辣，我穿越是直接被送上了断头台。第一位，苏卓。快看，是仙门苏家的大小姐苏卓。听说她可是天灵根，12岁就突破了先天境，真正的天之娇女啊！大小姐，大小姐，叫你呢。苏卓，还不上来测试修为？丫头，摸杯吧，释放灵力，切莫抵抗。是长老，摸个鬼啊！原主是绝世天才，女主是顶级挂逼，我又不是啊，我就是个战五灾啊！快看，苏大姐要出手了，不知道今天通天杯会现出何等惊人的异象。这杯摸上去要是连个标点字后都不亮，岂不是当场就掉马了？完蛋了！反正脚踏虚空，是无名神宗的飞舟，是无名神宗第9域域主洛苍山。这尊杀神怎么来了？救星来了！这洛苍山可是原著里后期跟女主死磕到底的终极大反派，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大腿。留在西河圣地这个女主的大本营，等女主认祖归宗，我这个假千金绝对会被同门围剿，死得连灰都不剩。但只要抱紧骆大佬的粗腿，躲在反派老巢里种种地养养鱼，苟个几百年，等女主有实力打上门的时候，我早就寿终正寝了，完美！骆道友弄出这么大阵仗，突然造访，意欲何为？还能干嘛？当然是来挖墙脚的。原著里他来晚一步，收了男主妹妹那个白眼狼，最后整个第9域都被背刺惨了。骆大佬，今天有我在，绝不让你的投资打水漂。这反派徒弟，我当定了。与你无关，让宗元武滚出来见我。圣主正在闭关清修，我都打上门了，他还能藏得住？怎么，什么时候作画的？这反派大佬嘴够毒的，我喜欢。洛兄来的突然，恕圣地眼眸却冰冷刺客，招待不周。废话少说，当年你我打赌，你输了，白纸黑字约定好，苏家这一代的天灵根归我无名神宗。今天我就是来带着丫头走的。洛兄，赌约是赌约，但强扭的瓜不甜，总得看后辈自己的意愿。丫头，你若愿意留在圣地，我便做主，将1000年前向无名神宗借走的东荒3000境全数归还。东荒3000境，那里面可有着无数的秘境资源啊！圣主竟然为了留住苏大小姐，愿意下这么大血本？放屁！那3000秘境早被你们圣地薅秃噜皮了吧？拿一堆空壳子做顺水人情，还想道德绑架我，想断我生路，没门！你若不愿，不，
我愿意。什么？长辈赐，不敢辞。既然圣主与洛前辈早有赌约，晚辈怎能因为一己私欲，让圣地蒙受东荒3000境如此巨大的财产损失？我去无名神宗，绝无怨言。耶！少走10年弯路，直达反派老巢。放着圣女的大好前程不要，苏大小姐当真为圣地考虑啊！大小姐高义，竟愿意为了圣地委曲求全，牺牲至此。此女心性纯良，有大义呀，可惜了。哈哈哈哈！好，不愧是我无名神宗看中的弟子，比某些虚伪的老东西有风骨多了。圣女大义。不是，我就是单纯想苟个命，你们这群人脑补能力也太强了吧？这也能洗白？这高度，这视角，下面的人跟丧尸围城似的。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没系安全带的高空作业。稳住，原主可是先天境，先天境就能预见了。我绝不能暴露我恐高，不然反派大佬肯定嫌弃我。约定已了结，告辞。且慢！这威压比刚才所有长老加起来都恐怖，难道是传说中的苏家老祖？完了完了，打了小的来了老的，这老怪物不会是不让我走吧？糟了，老祖向来不问世事，怎么会为了一个小辈出关？难道是我擅自做主，出让宗门资源，惹怒了老祖？老祖，拜见老祖。前辈，还不接下？此乃老夫2000年前取自无名剑锋的日月剑，此番送给你的新徒弟，也算物归原主。老祖这是在敲打我，他送自己的宝物是在警告我，不该拿宗门的资源去做顺水人情。什么叫物归原主？这明明是你苏家的后辈，这老怪物2000年前居然去过我无名神宗的禁地偷剑。谢老祖赐剑。小丫头，本座是无名神宗第9域域主洛苍山，从今往后，你便是我第9域的关门弟子，醒9，上面还有8个师兄。好的，师父。8个反派师兄，加上我这个反派小师妹，这配置简直是反派全家桶啊！你刚才对宗元武那老贼说的话，可是真心话？啊，真心话？我总不能说我是为了狗命才跑路的吧？哈哈哈哈哈！不错，有眼光，一看就是真心仰慕我无名神宗，还顺便让那伪装子丢了个大脸。这小徒弟收得好啊！师父，您开心就好。滴一滴写上去，这是出入宗门大阵和内门第9境的凭据，还有些其他用处。师父，还有什么用处啊？我也弄不明白，到时候你去问你师兄。一群不务正业的小崽子，修炼不好好修，天天把玉符改得怪里怪异的，连我的玉符都被他们弄得花里胡哨。原来反派大佬也有科技太高啊！10年前，我让你3师兄下山捡个师妹回来，结果他次次都捡些臭小子，把你2师兄烦得够呛。这回总算捡到个丫头了。10年前，
原著里三师兄最后捡回去的可是女主的闺蜜沈雨辰，那白眼狼后来把第9狱坑的底裤都不剩，还好我今天截胡了。那大师兄呢？你以后就知道了。这把日月剑你能用吗？看来真是好东西。是啊是啊，老祖给的肯定。船呢？那么大一个非洲呢？救命啊！我要摔死了！我绝对是史上第一个刚穿书就被摔死的穿越者。小九啊，师傅。他不是反派谁是反派？被这种师傅养大，不疯也得疯吧！你的剑。剑大哥，剑大爷，飞一下吧！你不飞我就给你跪下了，求求你了！船，我的船呢？非洲那么大个靶子，等着被西河圣地的人盯着打吗？那玩意儿烧灵石很贵的，别学你师兄他们那么败家。别躺了，收服一把剑而已。你大师兄7岁的时候最喜欢这么玩。起来，御剑飞2圈。7岁？那是天赋吗？那是被你逼出来的求生欲吧？友情，有意的人都要回来。爱总会来，生死注定的来世再爱，都等了太久，苦尽无奈。师傅，您这样教我不合适。哪里不合适？你这不是学会了吗？我心脏不好，差点被你吓死。你这副根骨结实得很，心脉稳固，少胡说八道。那我精神状况不好。没看出来，你这小家伙还有几分反骨啊！我那8个恶名远扬的徒弟，都没你这胆子。哼，1万斤反骨，贷款9000多斤体重凑得整。毕竟上了反派的贼船，没点反骨怎么活下去啊？下一个苏黎黎。9烈，是9烈碑文现世。千年一遇，千年一遇的仙才呀！祸兮福所倚，跑了一个苏卓，来了一个更逆天的苏黎黎，我义和圣地气数未生啊！我的人生本该如此璀璨，若不是苏卓那个冒牌货跑得快，今天我定要当着全天下的面将他踩在脚下。这女娃是变异雷灵根，与老夫的功法最契合。她还有木火双灵根，修老夫的火灵传世诀才是正道。怎么回事？苏卓那个废物被带走时，苏家老祖不仅现身，还赐下神剑。我亮起9烈碑文，老祖们居然一个都没出现。既然老祖们都在闭关，那便有几位长老共同教导黎黎吧。圣主请留步，黎黎有一事相禀。下一个苏黎黎。圣主，苏杰他根本不是苏家的血脉，我才是。他鸠占鹊巢，为了阻止我认祖归宗，毁了我的认亲信件。且今日他叛逃去无名神宗，更是狼子野心。
李李呀，你误会他了。圣主，此言何意？苏卓这孩子虽然不是苏家血脉，但他对圣地的一片赤诚，天地可见。你可知，他今日为何要答应去无名神宗？那是为了保全圣地的东荒3000境。圣主，他那是为了……你不用替他掩饰了。这孩子为了断绝红尘，一心向道，甚至不惜背上骂名，亲自去沈家退了婚。如此大义凛然、心性坚韧的好孩子，就算不是苏家血脉又如何？李李啊，你要多向苏绰学习他的格局和胸怀，去修炼吧。格局、胸怀，苏绰，你究竟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不过没关系，假的就是假的，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撕下你的伪装。这反派大佬的交通工具除了非洲就是人肉快递吗？大半个时辰啊，我感觉我的灵魂都快被甩飞了。去，在那几块石头上放点血。师傅，这是在做什么？某种邪恶的入门仪式吗？让剑阵认出你，免得你不学好到处乱闯时被剑阵削了。削了？这师傅就这么预设我不学好吗？为人师教，难道不应该劝我学点好吗？完了，我这种战五杀，绝对是那种出门散个步都能被剑阵削掉小命的炮灰。香死了！什么死了？我刚入门就要看见死人了，果然是反派老巢，杀气这么重。妈呀，好香啊！什么人？这少年看着没比我大几岁，修为绝对比我高。现在天才这么不值钱吗？连个烤串的小厮都这么猛。毛毛躁躁的做什么？师傅，你怎么变这样了？这又是谁？这是你的九师妹苏卓，以后好好照料着。这是你七师兄颜威然，等会儿让他带你随便玩玩，明日再来找我。哼，真香啊！想吃？想。唉，刚才怎么不说？我也好从师傅手下留一串。那御风灵鸟十分难得，吃多了有人要和我急了，一月只敢补1只。御风灵鸟可以吃？原著里御风灵鸟珍惜的要命，灵活比高级灵石还贵。一般大宗门都圈养起来当祖宗供着，你们居然拿来做烧烤？无名神宗也太离谱了吧！可以啊，御风灵鸟味道好极了，皮香肉嫩，鲜嫩多汁。它们先天爱吃疏灵草，换种做法用来煲汤，不仅味道好，还能舒展精神。我此前在山脉中历练了3个月，回来才敢带3只过嘴瘾。灵兽域的长老上来看我不顺眼，不可能因为我的份力被师傅吃了就肯通融。可能因为你厨艺太强了，每一串烤的都是长老的业绩，他有好脸色看才怪了。这都被你发现了？你怎么知道我厨艺好？不想当厨子的剑修，不是好午休。这反派老巢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七师兄，实话实说，刚才的烧烤是我这辈子闻过最香的，严格来说是2辈子。我到底错过了什么样的神仙美味啊？那是师门里做吃的，我要是认第2，没人敢认第1。师兄，我以后想在宗门里开个灵兽园，如果成了，欢迎师兄随时来做饭啊，不，来吃。想开农场就差个厨子，这不就送上门了吗？那真是太好了。等等，苏卓，那不是西河圣地这一带最出名的天才吗？居然是眼前这个因为吃不到烧鸟而馋得胡言乱语的小丫头吗？这九师妹还真是和我投缘啊！走，师兄先带你去吃点别的。曾经少年路春风满上，封存过往。我们居住的洞府在那几座峰上。小师妹，你的是最左边那座，虽然不高，但风景极好。
那是三师兄很久以前就备好的，近年来又完善了好几次。每回师傅说要下山收徒，他都以为总该有个师妹了，结果从四师兄到我，全都是……等等，我有一座山峰，我独享一座山，那不是可以养很多小动物，开个超级大农场了？是你的啊！第9域弟子只有你独享一峰呢，那上面的阵法可厉害了，连猴子都闯不进去。猴子，你可别惹他们，他们的老祖宗猴王早就突破了8品境界。那些小猴子拿东西砸人可疼了，我才不会承认我小时候被猴子欺负哭过，还是猴王给我出的头。8品，换算成修仙者的修为，这猴子都能在颐和圣地当内门长老了吧？无名神宗心这么大吗？把一尊杀神散养在弟子宿舍旁边，我不会还没开始种地就先被猴子嘎了吧？你的住处有三师兄设下的阵法，那些小猴崽子绝对偷不到你的存粮。如果有什么问题，就用玉符叫师兄们帮忙。对了，师傅把玉符给你了吗？师傅说他不记得怎么用，让我问师兄。老头子肯定记得，就是懒得说。这玉符除了能联络我们，三师兄还在里面刻了可重复使用的短距瞬移阵法。不过你修为低，得用高级灵石驱动，1周最多用1次。四师兄融了一枚法器硬塞进去，你受到致命攻击时，能抵挡青海境大能的全力一击。还有我添的猴王的人情，你可以拿着玉符去找猴王办事，他绝对给你面子。这是玉符吗？这特么是保命神器大礼包吧？能瞬移，能扛大招，还能召唤8品猴王当答。反派的生活这么硬核吗？大家怎么都这么多才多艺啊？师兄，你们对我也太好了。这反派老巢怎么比正派还像个家呀？这只是第1份礼物，等其他师兄们回来了，还有呢。我们第9域弟子不多，个个都是师傅捡回来的。他对我们的要求只有一个，要像个师门。你也是他带回来的，我们当然会对你好。这反派贼船，我上定了。谁敢动我师门，我苏卓第一个跟他拼命。这湖里的鱼可是极品食材，我之前在秘境里抓的，特意带回来养着。这湖里灵气充沛，我还专门雇人天天来喂，没2年就养这么肥了，看着就特别好吃。一般小女孩看到这种长着獠牙的怪鱼早就吓哭了，这小师妹居然只想着吃。小师妹真捧场。我是认真的。师兄，我来杀。抢什么抢？你杀过鱼吗？拿着玩吧，别给师兄添乱。师兄，你别小看我，我在大润发杀了10年鱼，我的心早就像手里的剑一样冷。没事，师兄，是我嘴瓢说错了。陆卓，你这张破嘴，乱接什么梗？你可是要在这个宗门待几百年的啊！师兄，这疏灵草不留着炼丹吗？找人炼丹也不缺这几根草啊。五师兄这几天回家了，不然你找他炼丹正好。他帮我们炼丹从来没损耗，也不像药峰那些人，经手还要抽7成丹。炼丹零损耗还不抽成？这第9界到底是个什么神仙反派老戳啊？谢谢师兄。烫死了！不过也太好喝了吧，鲜甜浓郁，一点腥味都没有。这反派我真是当对了。西河圣地是吃不起饭吗？为什么小师妹一副没吃过东西的样子，喝口鱼汤都能感动哭？小师妹在圣地过得也太惨了吧。不用客气，小师妹你放心吃，管够。真的吗？吃吧。
吃多点才能长高，这小师妹一看就好养活。20、21，师妹，你以前没吃过饭吗？我从小吃辟谷丹，原来真的是义和圣地养不起，只见过为了修炼吃辟谷丹的，没见过因为太能吃而被逼着吃辟谷丹的。义和圣地太过分了。吃吧，化石丹，消化了还想吃什么？师兄再给你烤。不吃，谢谢师兄。刚吃完就让食物消失，太浪费了。吃饱的感觉这么好，我要多享受一会儿。你不撑吗？不，我还能吃。看着小小一只，怎么塞下那么多食物的？如果按食量评判，小师妹绝对是千年一遇的绝世天才。行了，小师妹，你这样已经不错了。全师门除了我，就没一个会控火候的，其他人烤出来不是生的就是糊的。二师兄修的是火系功法，平日里控火出神入化，结果唯一一次烤串，直接把整个山头给烧秃了。放火烧山，山没事吧？就算宗门不管，山也是无辜的。这群反派怎么净干些事？山没事儿，师父罚他蹲在光秃秃的山头上，念了1个月的回春诀，硬生生把草给催出来了。反正从那以后，只要我不在，他们就只配啃辟谷丹。哇，好方便！这简直是懒人福音啊！修仙界的全自动洗碗机。怎么回事？心跳加速，热血上涌。难道我吃烧烤吃醉了？先天境7重，我居然进阶了！吃顿烧烤就进阶了，恭喜小师妹！12岁的先天境7重，果然是天灵根，资质惊世骇俗啊！完了！我不是真的天灵根，我是个伪造的假冒伪劣产品。这事师傅不会还不知道吧？万一哪天露馅了，我会被清理门户的吧？师兄，你刚才在鱼汤里加了什么？哦，没加什么，就是几颗做药膳常用的4品本源丹罢了，固补培元用的。我也没想到你吸收的这么好。4品丹药，你拿4品丹药当味精撒在汤里？反派的伙食标准这么离谱的吗？外界都传言苏卓是苏家用灵药砸出来的修为，现在看来全是放屁。常吃丹药的人怎么可能对几颗本源丹反应这么大？我懂了，小师妹，你一定是那种罕见的靠吞噬血肉就能辅助修炼的特殊体质。这类人根本不需要吃什么辟谷丹，多吃肉才有好处。你以后就跟着师兄混，师兄天天给你做好吃的。谢谢师兄，以后师兄要什么食材，我去山里帮你抓。老七，刚才的灵力波动是怎么回事？是小师妹进阶了，带小师妹来聚灵峰，有客人来了。走吧，小师妹，我们去看看。师兄，是不速之客吗？能让反派师兄露出这种表情的，难道是正派人士找上门来了？师妹，我们走。怎么都喜欢拎着我走？是全学门都这样，还是只有对我这样？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算了，这破剑根本不听我的。原著里先天境想驱动有剑灵的神剑，简直是天方夜谭。师兄，你现在是什么境界啊？平平无奇的移山境，几重就不说了，有点丢人。全师门就我修为最低，连八师弟都比我高。
岁的移山镜，这都快赶上原著女主的开挂速度了。商业互吹的说，师妹你更强，12岁就先天境7重了，明年肯定能赶上我。师兄，你这种天才不懂。小师妹，你说这话认真的？我当然是认真的，我可是个假天灵根啊！而且从先天境到移山境，不仅要挨雷劈，还得求着天道多劈几下。这修仙界的进阶方式简直是人间疾苦。算了，我不强求，先天境7重已经很厉害了，我决定放自己一手，安心种地。前面就是巨灵峰，是这片灵脉的血眼。数千年前，猴王得了无名老祖的诏符，占了这片山头修炼，才有了8品的修为。在其他8域，去这种好地方修炼是要花灵石的，但我们师门不用，只要别被小猴崽子打扰就行。你可别和别人说，在心里谢谢猴王便是了。这片山头是猴王的，不归宗门管。谢谢猴王，猴王万岁！猴子给七师兄送灵草，猴王还免费提供修炼场地。这反派老巢的生态环境也太好了吧！小猴崽子调皮算什么？我愿意给他们当猴子猴孙。被七师兄拎着，比被师傅拎着好玩多了，这才是真正的起飞啊！呜呼！师兄，你看看路啊！师兄，第9届不是只有9个弟子吗？怎么这么多人？谁说他们是第9届的？这是你二师兄。陷入桥，月光皎，间隔雨落烟这是二师兄。新鸟却听闻，有周郎也寂寥，半夜人所以老，夜色浓酒正好。这打扮简直像凡间的暴发户土豪啊！谁能想到他是第9域实力排第2的弟子？而且就是这个土豪，为了吃顿烧烤，把山头给烧秃了。二师兄好。小师妹，拿着，见面礼。哎呀，二师兄，这怎么好意思？二师兄，你这见面礼会不会少了点儿？不少，二师兄破费了。人心存不过西间等着江山见河破，寒假尽是银流落水泪。这反派老巢，我真是来对地方了。就算第9届有了新弟子，5年才收1个，如今也就取9人，占据一整座巨灵峰，简直是暴殄天物。就是宗门内所有巨灵峰都是共享的，凭什么你们第9届例外？凭什么？当然是因为我们的巨灵峰不要钱啊！这可是猴王的地盘，根本没划入宗门资源。谢谢猴王保住了我的钱包。不行，倪师兄，你何必如此不近人情？请回吧。师妹，别理他们。宗主早下令这巨灵峰归第9月，猴王也只准我们进。第5月的长老眼红，默许弟子来闹事，想分一杯羹。不如第5域与第9域立个赌约，倘若第5域的新弟子能在3个月后的新秀大比中击败苏师妹，夺得首席之位，此后第9域便容许10名第5域弟子进入巨灵峰。倘若失败，我第5域弟子再不踏入此生半步。不行。嘿嘿，冷笑，直接开嘲讽的说，真够不要脸的，空手套白狼啊！你们第5域全是炼丹的，修为不如我们，就另辟蹊径跑来欺负小孩了是吗？哇塞，表情管理大师啊！此时无声胜有声，管事人的人设拿捏得死死的。苏大小姐可是西河圣地的天才，12岁便达到先天境。若她连新秀大比第1都拿不到，又凭什么享有第9届的资源？凭师傅啊，凭我们这些师兄，凭这山上的猴群都承认他。倘若苏师妹夺魁，我第5句愿出1枚长生丹作为彩头。这怎么说？长生丹听起来像保健品，很值钱吗？
师妹，你若想要长生丹，便应下；若不需要，不必勉强。即便我们不拦，这山里的猴子也不会准他们进去。师父不准我在山里用火，不然我非得把他们的头发全烧光不可。你若不想理会，等他们离开第9诀，我再动手。二师兄，你这土豪外表下藏着一颗纵火犯的心啊！苏师妹，你可答应？我答应。虽然我不知道长生丹是什么，但白送的砍头，不要白不要。果真是后生可畏啊！到时本公子一定要将这山上的野猴子尽数赶走。一群畜生占这么好的地方，你们第9域当真是……这位师兄，畜生还真占不了这么好的地方。比如说你，苏师妹，毕竟是野猴欺人在先。温师兄，是你们不请自来在先，然后还被猴子欺负了，说出来都丢脸，你居然还好意思提？口舌之争无用，大比见真章。我们走。我的剑怎么不听使唤了？真是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啊！真是报应啊！二师兄干得漂亮！真是胆小怕事！刚才要不是我护着你们，你们这群小崽子早被第5域的人欺负了。谢谢哈。吃吧，小师妹，这些小家伙给我们送灵果来了，你刚突破，多吃点补补。好吃？我真是成长了，现在都不会问这种珍贵灵果为什么不拿去炼丹了，因为师门是真阔绰，喉脉相当广。吃这个，恢复灵气更快。谢谢二师兄。我第一次抱小动物，它好软好热乎。谢谢啊。这不公平，他们以前差点撕破我的脸，怎么在小师妹面前还会变脸卖萌了？你忘了你以前是怎么招猫斗狗的了？原来七师兄觉得猴子顽皮是因为他先去惹人家的，活该你被猴子揍。走了。好嘞。我就该烂在剑锋里。师门令人的手法真是一脉相承，一点都不勒脖子，衣服都不带皱的。二师兄，我想吹风。不吹风就像被师傅拎着走路一样，有种无敌的寂寞感。日月剑，你说吧，我是不是太强了？脚踏虚空。不说话我当你在夸我啦，怪不好意思的，你别夸啦。小师妹好像不太聪明，但是很快乐。算了，开心就好，这才是我们第9届小师妹该有的样子。哇，这特么是单人宿舍，这简直是修仙版的顶级豪宅啊！还不错啊，是太好了。师妹，你若想改建，现在就提，我立刻交代下去。你安顿好了，才能安心修炼。这已经太完美了，我都怕住进去把它弄乱了。怕什么？杂役会定时来打扫的，你若有需要，随时传召他们。不用，我自己来就行。开玩笑，我可是个冒牌货，万一被杂役看出破绽怎么办？再说了，有全自动清洁法诀，谁还自己动手啊？也行。我也不喜欢有人来，反正用个灵诀的事儿我也会。就这，说好的仙门大小姐呢？这穷的也太真实了吧！其实原主也挺惨的，苏家那种顶级世家，
根本没有亲情可言，全都是利益交换。原主父母双亡，无依无靠，为了往上爬，只能不择手段，连沈家的婚约都被当成筹码推到他头上。更惨的是，我这个名震天下的单系天灵根，根本就是假的。苏家为了造神，简直丧心病狂。这种舍本逐末的人造天灵根，虽然前期修炼快，但后期绝对是个定时炸弹。一想到我居然带着这种残缺的身体活蹦乱跳，就觉得生命真是顽强。不知道师傅他老人家看没看出来？算了，不想了，今天太累了，明天再开始修。师妹早啊，师傅让我带你去找他。师兄早。好多人啊。好刺眼，这就是大佬的剑气吗？看一眼感觉眼睛都要瞎了。这是沧海剑，我看了上千次，还是没学会。师兄，我连看都不敢看。老七是先天剑心，在剑之大道上，他理应比常人走得更近100步。哇，先天剑心，听名字就牛逼哄哄的。原来我这天天围着灶台转的七师兄，居然是个绝世剑道天才。比起师傅，我还差得远呢。这小丫头心性倒是不错。这表情简直像下一秒就要对我说绝症，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等等，我怕什么？我连自己灵脉被抽走是个人造天灵根的事儿都知道了，还有什么比这更惨的吗？没有了。你的灵脉缺憾，你可知晓？知道，师傅。你可知灵脉受损代表什么？代表资质有缺，修行后具无力，夭折短命。这孩子是不是被打击傻了？短命这么开心吗？算了，不为缺憾所动，笑对人生，也算心性过关。我领弟子入门，向来只看一件事，便是我觉得你命不该绝。难道师兄们以前都有绝命之危？曾经的事，如果他们想告诉你，你会知道的。昨日我想了几个时辰，你的过往要如何解？仅有一个方法，能让你脱离桎梏，只是免不了艰难苦苦。这写的什么鬼画符？文盲的悲哀啊！此法名为日月薄石法，是无名神宗至高传承之一，万年前先祖独创，尤其适合杂灵根修士。不过后人修炼此法皆举步维艰，唯有一人突破局限，是在灵根全毁重新修炼之后。他原本是个4灵根，破而后立，一日千里。懂了，欲练此功，必先自翁啊呸，必先自毁灵根。我观你体内风灵根属性纯粹，但其余5灵根残余的气息也算精纯，因此才能支撑你如今的修为。5灵根残余加上风灵根，我特么居然是6灵根，砸到不能再砸了，放到整个修仙界都是相当炸裂的绝世废柴啊！这小徒弟总算反应过来了，我还以为他真傻呢。如若修为再生，你体内气息杂糅，强行使用只会自伤800，修为越高反噬越重，轻则神魄受损，重则魂飞魄散。原来我再修炼就要玩完了。原著里苏卓也是修为被废后才破而后立的，难道我也要走这条老路？我才刚升到先天境7重啊，我还没爽够呢。师傅，如果不重修，我还能活多久啊？若你想活，维持目前修为再不寸进，师门可保你200岁寿元。这反派老巢师兄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未来被主角团团灭？我必须变强，成为这个世界的变数。师傅，我还要参加3个月后的新秀大比。你可以考虑，只是别再服丹药进阶了。啊，我已经考虑好了。3个月后打完比赛，我再自毁修为练这个日月薄显法，应该来得及吧？
不然现在的修为不用，直接毁了，怪可惜的。这小丫头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便尽早收起你身上的乌叶金丝甲，继续穿戴下去，对你没有好处。是，师傅，这可是6品护甲啊，是我身上最值钱的家当了。师傅居然让我脱了。乌叶金丝质地坚韧，属性霸道，低阶修士穿戴，有暂时压抑内伤的功效。通常是去险地历练时才用，不能长期穿戴，否则轻伤积压在体内，极易积伤成疾。怪不得师傅把我的灵脉说的那么严重，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原来是这件衣服在强行压制伤势。苏家这群老狗给我这么贵的东西，根本不是为了保护我，是为了掩盖他们抽我灵脉的罪证。走了。哦。感情我刚才教小徒弟御剑，全都白教了。这群小兔崽子，就不能自己飞吗？师傅指点你这么久，教了什么？没教，只让我演练了一下以前学过的剑技。师傅对你这么满意啊？一般我们被师傅指点完还能爬着出来就不错了，哪像小师妹你活蹦乱跳的。师傅的原话是，尤其别在外人面前练，免得丢我的脸，让你师兄们教得像样了再来见我。那说明师傅没怪你，都怪西河圣地教的不好。唉，师傅还不许我在新秀大鼻上用灵诀，怎么办？不准用灵诀？那小师妹你的天灵败岂不是浪费了？这天灵百甲重修准备击成。苏家真不是东西，这么缺德的事都干得出来。师妹你别怕，等大比结束，师兄带你去掀翻他们苏家。谢谢师兄。虽然我不是真千金，但七师兄这护短的架势真的太让人有安全感了。不用灵具，那剑斗也用不了了。武器如何？武技可以。那便好，有先天境7重的灵力打底，即便不用灵具，你也比其他人强多了。到时候我与二师兄寻些合适的武技教你，横扫新秀大回不在话下。师兄，你会不会对我太有信心了？大可不必为一个大比损伤自身。师妹，我发现你根本不懂自己有多强。是吗？我也觉得我前途无量。二师兄应该也到了，让他看看你的灵脉，他比我厉害多了，我猜师傅肯定把你的事交给他了。师傅说他收的徒弟把二师兄烦得不轻，看来二师兄就是第9域的全职男妈妈。师妹，你也看见那月亮了？看见了，这么亮的月亮，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得见吧？这座山峰名为挂月峰，就是因为月亮正好挂在这儿。原来我住的地方叫挂月峰呀。等等，师兄，你峰上没月亮吗？为什么你的山不叫挂月峰？你居然信了，我取的名字不错吧？幼稚。挂月峰多好听啊，以后师妹你自报家门就说本座乃无名神宗第9域挂月峰挂月剑尊，月亮听了都得吓死。七师兄，你是真有点狗啊，比小学生还幼稚。这山到底叫什么名字？我说打！你个老六，你给我站住！小师妹你自己取啊，谁让你信了？我是真的取名废了，难道要叫种地峰、养老峰、狗命峰？叫揽月峰也好。揽月峰，揽月，贪玩揽月，是兄弟就来砍我！啊呸！是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就叫这个。二师兄真有文化呀！师妹，师父已经和我说了你的情况。原本你在新秀大比夺魁并没有悬念，如今悬念也不大，只是想要夺魁的话，需要准备准备。毕竟攻击力最大的灵诀与剑定不能用了。为什么师门人人都这么自信啊？这就是反派的素养吗？遇见困难不会谦逊认输，只会桀桀怪笑，事情变得有趣了呢。二师兄，那我要准备什么？
师傅说小师妹你神魄之力强盛，或许可以修一门魂术，擒机制胜。魂术？魂术在西河圣地可是被归为邪术的，容易反噬自身，严禁弟子修习。我为了参加一个新秀大比，居然要学邪术，这反派师门的路子是真的野啊！魂术对一般人来说难以修习，容易反受其害。不过师傅既然交代下来，必定是看师妹你资质足够，修习魂术有利不害。我学，当反派就要有反派的样子。师兄什么时候教我啊？别急，这东西我也学不会，等大师兄回来再让他教你。大师兄？这大师兄可是个狠人啊！原著里他身受重伤，强弩之末，还能拉着一大波人同归于尽，最后被女主碰运气捡了人头，犬齿时期估计强得离谱。师傅说大师兄7岁就会遇见了，是真的吗？大师兄啊，你大可不必把他当人看，否则自信容易受伤。还有能伤到你们这群反派自信心的人。小师妹，到时候见面记得从大师兄手里敲笔大的。师兄你别这样说，我没那么厉害。二师兄是说大师兄强啊，小师妹，你要是学会了才能一击制胜，学不会就完喽。七师兄，你刚刚还不是这么说的，你刚才还说我横扫大比不在话下呢。七师兄表面上是老七，实际上是个老六。老七这话一套套的，再不用功，被小师妹一击制胜的就是你了。其他师兄也和大师兄一起回来吗？大师兄是去完成宗门任务，3师弟、4师弟，还有老5、6、老8都随长老去各个大陆收徒纳新了。虽然师父不打算再收徒了，但如果师弟他们有看上的剑士，倒是可以收下。小师妹，你看我干什么？这便是不用功的后果。若不是老8修为更高，留下来看家的便是他了。移山境也很强啦。小师妹，你阴阳怪气起来和师父真像。先天境也很强啦。妈的，论犯奸，我是真的比不上这位老七啊！我是说真心话呀！不管了，用魔法打败魔法，我年纪往小有理。这都被你发现我很强啦。丫头，你也在为我着迷吧？小师妹，你现在收起回甲，我看看你的情况。若积压的伤势无大碍，我明天就开始训练你。不知道修仙界的训练是什么样，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好像没什么不同嘛。我操，这血跟不要钱似的！我不会还没开始修炼，就先呕血呕死了吧？别怕，师妹，师父早预料到了。你年纪小，根骨结实，只要让积压的内伤爆发出来，便能根除故气。对，多吐点儿，把死血吐出来，伤才好得快啊！小九，你现在感觉如何？还行。疼得难受，你要说出来，不可讳疾一一。别逞强啊，小九，说出来不丢人。我想躺在地上，站着太累了，草地看起来好软啊。啊，舒服，有种当大爷的感觉。如果疼痛不剧烈，我就晚些给你丹药。若你不想受苦，现在就吃。只是残留的暗伤未散，以后得多吃的天材地宝才能补回来。等下吃，为了省钱，我忍。果然是躺着舒服，羡慕我啊？有点儿，毕竟你不用吐血。难得如此悠闲。原本以为小师妹怕疼会哭得山崩地覆，我都做好教烂鹅哄孩子的准备了。结果她只摇了一把黄蚁，省心到我都不知道该干嘛了。我严重怀疑二师兄当初烧了山头，蹲在山顶念回春诀的时候，就是这个姿势，熟练、省力，还接地气。揽月峰风景真不错。那是三师兄精心为你挑的。虽然小九是第9个入门的，但洞府的精妙程度当属第一。
我们也不常在洞府待，修炼去聚灵峰，历练直接出宗门，动辄3年5载，也就小姑娘才爱这些漂亮。你不爱，你别看，我就看。幼稚。哼。我刚才为什么要受那个苦啊？早知道吃药好的这么快，我撒泼打滚也要先吃药啊！比师父预想的坚持的还要久。小师妹，你很坚强。小九，我服你了，真能忍。别羡慕姐，姐可是钢铁战狼。钢铁战狼？这妖兽的名字听着挺酷的，很能打的样子。小九的灵犀已稳，不过伤势未透，医书上的说法是需要休息半年。既然不在新秀大比上动用灵脉，通常而言，休养1个月也可。1个月？那训练2个月够吗？大比3个月后就开始了。小九，你休息3天便可，距离大比还有3个月，时间充足。二师兄，你早说啊！半年的病假直接缩水成3天。你们第9境的弟子都是按钢铁战狼的标准培养的吧？哇，3天！老七，你高兴什么？明日你继续去主峰练早课，师傅他老人家亲自督促。为什么是师傅？因为我要去藏经阁挑选技法，准备教导小师妹，所以我不用去。二师兄啊，你不能抛下我一个人啊！佛祖原谅我，这节目效果太拉满了。哇，这灵气也太浓了吧！这感觉就像在高原吸纯氧一样，我都快醉氧了。怪不得8品猴王选这儿当养老点，这简直是修仙界的顶级疗养院啊！昨夜我来聚灵峰，才发现大师兄回来了，今天正好带你来见见。大师兄提前回来了，昨天不是还说要3天吗？我也没想到，他此番接的悬赏可是内门长老才有权接下的，就这还能提前完成，当真是强悍。小师妹，你喜欢哪间就用哪间，师兄们平时不一定在宗门，也没有固定的修炼室，你想要哪间就是你的，或者你想要新鲜，每天换着用也可。都这么好呀，那我也不用固定的了。这待遇，就算在西河圣地当长老也享受不到啊！可惜我的灵脉还要重塑，3个月后才能用这么好的修炼室，好气哦！大师兄，我带小师妹来了。里面有人吗？我怎么一点气息都没感觉到？二师兄刚才带着我晃来晃去，说这说那，不会就是为了拐弯抹角的提醒大师兄有人来了吧？你说3日后才来，这语气，一般人听了估计麻溜的就滚了。二师兄，咱们是不是打扰大佬睡觉了？我带小师妹来要见面礼。见面礼不见面怎么给？未免太敷衍。师兄，你也不出来见小九一面？话多。大师兄生性内敛，不爱与人交谈。人家10个弟子组队完成了宗门悬赏，他嫌麻烦，一人全包了。全师门就属他最阔气，出手也够大方。这玉镯在凡间能排出天价吧？灵虚境大公用的储物法宝也不过如此了。我懂了，大师兄为了不与人合作，为了自闭，他不惜变强横扫一切人，这才是真正的社恐天花板啊！大师兄早，谢谢大师兄。完了，不会是嫌我太吵出来揍我的吧？大师兄，你长得真好看，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原著里只说她眼睛特殊，没说她美貌这么离谱啊！这颜值放在娱乐圈绝对是顶流。这小师妹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看到我这副模样，居然不知道怕。唉，大师兄，我就说小九不会怕你，我也没想到他这么不怕呀，还不如怕呢。这么离谱的开场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控场了。见过了。哦。3日后卯时，来此修行。是。等等，卯时是几点来着？救命啊！我不会第1天就要迟到吧？5点，卯时居然是早上5点！5点我的肉体醒了，灵魂都不会醒来的！
我难道能因为修炼出卖我的灵魂吗？5点到巨灵峰，代表着我4点多就要披星戴月的出门。我敢在大师兄面前迟到吗？不敢。大师兄那气场，嘎掉我估计都不需要考虑，动动手指就行了。哼，我难道可以为了修幽？我难道可以为了睡觉延迟修炼吗？当然不行，不就是早睡早起吗？为什么都修仙了还要早睡早起啊？整座山都是我的，想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感觉真好。神仙日子啊，谁敢搞我的宗门，就是和我的神仙生活过不去。我要努力修炼。由于接到师傅的警告，二师兄不能拎着我飞了，我痛失灵虚境体验卡。这把逆子剑，他根本不听我的，飞得跟喝醉了似的。二师兄，前面那个人快闪开，我要撞上了！师妹，稳住心神，前面就是藏经阁了。藏经阁内功法需要本人出面借阅，若私自传授，会被列为偷学；若是宗门独藏的功法被外人学去，宗门会严厉追究。懂了，脏宗门都这样，偷学功法轻则挑断手筋脚筋，重则废除修为。师傅随便就把至高功法扔给我，万一我弄丢了怎么办？七师兄说丢就丢了，二师兄说别人拿到也看不见内容。师傅其实在宗门背过案了，这反派师门看似不靠谱，其实稳如老狗啊。师妹，你还有什么想看的功法？现在可以拿上。一会儿我们去找林长老借阅。林长老就是刚才在6楼负责开门的那位长老，高层的借阅由他负责，他也是藏经阁长老中最耐心的一个。图书管理员啊，二师兄，说不定林长主是某位隐藏的老祖呢。藏经阁这么重要的地方，肯定要最厉害的人守着。说不准真被小九猜准了。林长老好，弟子带新入与九师妹借书。林长老好，劳烦您帮弟子借一支身法。玉符放阵眼上，不允许拽借旁人。去吧。谢谢长老。你一个水灵根借什么活习功法，想自焚吗？滚回去重选！藏经阁的长老有权干涉弟子，不允许借阅属性不合的功法，所以我说林长老脾气最好。最不管事，当然脾气最好，不用被骂还不用被管，这简直是学生的梦想啊！小九，此身法名为身化惊风。身化惊风？逆师兄，你让一个小姑娘修这门身法，未免强人所难了吧？这身法名字听着挺和善的呀，怎么就强人所难了？哼，小师妹，你大腿还没我胳膊粗呢，想修武修的身法？哼，干叶，你说清楚，谁是你小师妹？我第9届的小姑娘什么都能学，不像你们第2届。哦，第2届毕竟没有师妹。老子练不了的身法，这小豆呆能练。要是他真练成了，老子就不姓甘，跟你姓。有必要吗？修仙界的人打赌都这么随便的吗？我不缺你这么个儿子，你应当跟我小师妹姓。等等，他练不成我也没好处啊，我凭什么跟他姓？这人长得像个老江湖，脑筋怎么这么直啊？有点可爱。连小孩都被你逗乐了。不，我没有高兴，我就是笑点低。那你说怎么赌？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若我师妹练成了，你输100枚终极灵石给她便是。100枚终极灵石？我在西河圣地当了10几年大小姐都没存这么多，内门弟子玩这么大的吗？哈哈哈，赌就赌，你可别在外面污了老子的名声，说我欺负小孩。我不做乱嚼舌根之事。小师妹，快谢谢甘师兄鼓励你修行。谢谢甘师兄，甘师兄大气。哼，100太少，200吧。啊！
干师弟当真豪爽。小师妹不过是好奇，捡了这身法回去看看，未必喜欢练。你也知道，第9诀就这么一个师妹，自然是想练什么便练什么，师傅也由着她。二师兄真是好话坏话都让他说了，连我练不会的台阶都提前铺好了。也是，我就是弄不明白，连第9域都有师妹了，为何第2域还是没有？本来2域可以并列为内门和尚庙，第9域居然背叛了组织。二师兄，为什么第2域没有师妹啊？第9域人少就算了，第2域好歹有几百人呢。第2域多是武修，以武力著称，收下的女弟子都是天资惊人之辈，几年便当上师姐，10余年晋升为长老，自然没有师妹。原来如此，在修仙界，辈分不看年龄看修为，只要你够强，你就是所有人的师姐。纵观天地万物，风属性在速度上最为得天独厚，身化于风，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身化经风修炼至最高境界，风化真身，任意腾转，炫影所过之处，凌厉如锋刃。它最适合你的一点在于，它是由一个武修家族所创，使用上时调取天地灵力，不必动用灵海，在有风时速度更有加持。只是修习需要极高的悟性，若非那个家族的传人，缺乏从小系统的锻炼，极难领悟。即便你觉得修习此身法有困难，我们还有很多选择，不必勉强。师兄，我一定要练成。不错，精神可嘉。我必须要练成，不仅是为了新秀大比不给师门丢脸，更重要的是，那可是200个终极灵石啊，给的实在太多了。吃点苦算什么？如果我实在没悟性，我就算把这本功法吃下去，也得把它消化了。入门境界名为精春，此时我不动用灵力，向你演示身法的布施，其中的精髓还要看你自己领悟。眼睛会了，脑子会了，但脚根本不会，二者都会，4舍5入也算会了吧？小九，你可以开始练了。不好意思，小草，别骂我。不错，继续。我当然不会自信到觉得自己练得错，谢谢二师兄给我挽穗。可以了。这就可以了？我是天才吗？在平地上练习，难免会下意识依赖脚下，你需要纠正落脚的习惯，更换地势练习。小九不必担心，初次练习有你如今的速度已经很好了，3个月后定有所成。小九仔细看，接下来我们在溪石上练步法。看不清楚，根本看不清楚。接着看。我这般演示徒有其形而无其神，你尝试时不必追求速度，重在感受，学会借无形的风力融身形于风中，尤其不能让雪底被水沾湿。师兄，我更拙劣。此一时彼一时，人人都是从什么都不会过来的。轻盈，轻盈，轻盈。我靠！无事，站回去。别掉，别掉，别掉！信女愿1周灵1天，也就是8天不吃烧烤，交换炼成身化金风，那可是200终极灵石啊！这可能就是身体好的感觉。要是凡人早累趴了，我现在居然越练越精神。
啊！谢师兄，你吼什么？小师妹，你真的是第一次练武修的身法。小九，你先走回来。谢谢二师兄。不过二师兄看着温和，练起人来真是不顾我死活啊，真和善，不愧是反派。小九，你果然是天才。我能不能躺下休息一会儿？天才总该有点休息的机会吧？当然不行。小九再坚持一会儿，随老七练完再休息。到时老七还可以带你到集市逛逛，想买什么记二修的账。被拿捏了，我还以为二师兄没看出我喜欢零食呢，一口一句夸的，我都以为我是真爱修炼了。万恶的金钱啊！这便是我们安排你率先练身法的缘故。师兄，我可以闭着眼练吗？我入眠的时候相当扎实，可以安稳的像死了一样。不行。小九别担心，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像我这样，现在被师风亲自指点着练，更惨了。太好了，做咱第9届的弟子就是开心。有种当牛马的快乐是吧？第9届的弟子修为都那么高，这地面饱经摧残，居然还是平的，这材质得硬到什么离谱的程度啊！我还担心他教我的时候，我会忍不住笑场呢。武技乃是武修御敌之法，化天地灵气为己用，4两拨千斤，强身淬体，却不过分依赖。小九，你对武修可有了解？有一点，但不多。武修入门需要花费更多时间，等级相当的武修对战时往往不如法修，但那只是寻常情况。内门第2域的许多武修能够击杀法修于一击之间，只需要一个破绽。灵武双修的人少，是因为精力有限，但倘若有余力，修炼武力可以查缺不倒。师父的意思也是让你走这条路。二师兄他们不需要吗？他们命长，一心追求大道便是。我们要先活命才能修炼啊！我是先天剑心，伤人也伤己。我懂，我是个人造天灵根，运转灵力就是在自残，只有重修过后才能排除隐患。小九，你别担心，我久病成医，以后药膳多做一份，带着你一起吃，你也能和师兄一样健壮。好，我也要练武，我也要变成肌肉猛女。我本来还担心你资质不如我，修炼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看来你天赋好得很，那变态步伐要我练都得腿打结，你居然练得像模像样。以后还是可以抽空去玩玩。二师兄说了要带你去集市，你知道吧？他家在山下，可是有好几家钱庄。你刚小贱贱，头才真肯定会找到出药理。师兄，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修炼啊？对哦，老子给忘了。果然，七师兄的正经都是我的错觉，认真不过3秒。现在开始练吧。行。穿上。站稳。靠，这么重！师妹，你穿着这件练10天再换下一件吧。原本想3天换的，看来是操之过急了。
小九，切勿动用灵海。嘿，小九，你记性真好，四肢也听话。果然是假老七真老六，夸人的话能说得像你家宠物真听话一样，这绝对不是正常人的逻辑。累，太累了，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小九啊，灵力境界越高的修士，灵海里存的灵气越多，到了至高境界，就算在灵气枯竭的魔界也能来去自如。但是修为越高，灵气用完后恢复的也越慢，所以咱们第9域的灵力告急，也得能靠肉身跟妖兽肉搏。虽然七师兄才14岁，但他好像真的去过不偏门之事真多。先天境对敌还没到拼灵海的境界，更何况这次出赛的都是新弟子，很多人修的还是烂大街的聚气诀，对敌经验更是堪称没有。新秀前10，有手就行。没错，有手就行，毕竟七师兄都承认我天赋不错了。现在去集市？不去了，不去了。吃，再累也要吃东西，不然梦里饿得到处找吃的也太惨了。身体弱就要多吃点，我嘴馋只占1成的原因。不，师兄，今天我们不吃烧烤了吧？吃腻了？没，我8连后再吃。师兄，你想吃你吃吧，我不馋。怎么了？之所以要混在我们月的那个虚幻，他一定会不掉。不错，师兄支持你。那晚上再吃吧，先陪你吃点清淡的。谢谢师兄。午休真是太累了，怪不得第2域人少，比牛马还累。这个浴桶要泡2个时辰。师妹，你可醒了？谁在叫我？哦，是二师兄。我居然在桶里睡了1宿。还有1炷香时间，大师兄不喜迟到，我来喊你一次，以后你要自己记得起。师兄，我马上。我醒不来，是因为我不喜欢吗？当然不是，是因为我没有生物钟啊。睡桶里了。师兄，你居然会梳头？人都会梳头啊，小九。逆子终于长大了。小九，你进步实在快，怪不得师父说你领悟力堪当第1。只要保持如今的干劲儿，未来必定成就不凡。二师兄过奖啦。可不能骄傲自满。好多零食啊！虽然二师兄家开钱庄，但这么多钱，我以前在西河圣地见都没见过。师兄们对我太好了。这是什么？我操，这画面怎么像印在我脑子里一样？我一个连菜刀都没拿过的人，不可能凭空编出这么完整的刀法招式啊！要不是这本实体书突然出现在玉镯里，我还以为昨晚做梦在看武侠大片呢。小九，在看什么？没看什么。完了完了，快到卯时了，大师兄还在聚灵峰等我呢，迟到会被嘎掉的。二师兄，先到聚灵峰再说，冲啊！报告大师兄，我没迟到。太奇怪了，我之前真的没在玉镯里见过这东西，是谁突然塞给我的？修仙界主流是剑修，刀法虽然也有，但这么牛逼的刀法我连听都没听过。师兄，我发现了一篇刀法。
太古残篇忽然出现，不是我的。可是我昨晚做梦，梦见一个人在练这套刀法，第一式叫春山蝶，刷刷刷，特别厉害。大师兄，你看，地阶下篇，秦锦残篇就是地阶下篇。地阶下篇，我修的刀法天然比剑法低半品，这要是完整的，岂不是能掀起修仙界腥风血雨的至宝？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居然砸我头上了！这么厉害啊？那我还给你吧，大师兄，肯定是玉镯里本来就有的。原著里大师兄后来重伤被围剿，要是他练了这门牛逼的刀法，说不定就能继续横扫一切，不用死了。我这可是为了保住大腿。玉镯是你的，刀法也是你的。可是大师兄，我不能。收着吧，师兄给你就给你了，不可能收回来。送个东西怎么这么麻烦？别逼我说废话了，行不行？谢谢师兄。可是我为什么会做那个梦啊？小九，你昨晚并不是在做梦，而是触发了功法传承。传承？有了传承，即便功法再刁钻晦涩，修炼起来也会事半功倍。这世间能称得上传承的，都是上古大能留下的机缘。传承？原著里最大的经常值就是传承啊！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居然轮得到我这个人造天灵根的废柴？以太古命名，绝对不简单。这玩意儿在原著前期根本没出场过，我这是要起飞了！大师兄，你这玉镯从哪儿来的？库房拿的，来历清白。那还不错。不过师兄，你要怎么与家里交代？这可是传承，有价之物再珍贵，也比不上一条通天大道。一只镯子要什么交代？在库房里放烂了都不一定有人用得上。这可是地阶下品的刀法传承啊，放到外面能掀起腥风血雨的至宝，在你们嘴里怎么跟讨论今晚吃什么一样随便？别人都说我师兄们是真小人，我却觉得他们是真骆驼。面对这种机缘，他们连眼皮都不眨一下。这反派师门，我真是爱死了。行了，小师妹你也不用想太多，刀法能不能练，到时候问过师傅再定夺。你现在先跟着大师兄按计划修炼魂术吧。好。别逼我说话。小九，传承一事不要与外人说，对着其他师兄也别提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免得传出去惹来杀身之祸。师兄，我知道了。我先走了。会不会？会。这阴茎看着不显山不露水，但所过之处空气都扭曲了。这要是打在人身上，还不得当场去亡？烈，师兄，你说完了？就一个字，连个名字都不说，这教学也太硬核了吧！易伤人，难医，别轻易用。施术。意思是这招很危险，别对别人用，对着他练就行，反正我也伤不到他。不必求快，重在准确。韵律。继续。为什么大师兄没黑眼圈啊？好奇怪。哦对，修士不用睡觉的。停。不至于吧？虽然我困，但我有听话好好练啊。就算是反派师门，也不该体罚呀！救命啊！大师兄要杀人啦！练。练刀？在传承中领悟了什么？施展来看看。师兄，我脑子是会了，但手不一定会啊。随意试试，无妨。这拿刀的手势不仅生疏，位置也不对。小师妹这灵脉奇差无比，这传承到底看上她哪点了？传承的本源绝不只是做一场梦那么简单。如果我是个话多的人，一定会把这些告诉她，但我懒得说。双手拿刀。
这种感觉好神奇，就像见猎心性一样，我居然有点喜欢上练刀了。大师兄！大师兄，你没事吧？无事。还真是事事就胜人啊！大师兄，你这种修为受重伤，不会是因为你本来就不惜命吧？空手接白刃，就算我菜，你也不用这么嘲讽我吧？刀意，我练出刀意了！恭喜风师弟练成剑意，恭喜风师弟！剑意是修行剑道的分水岭，能在先天境领悟剑意，这是万中无一的奇才。宗门绝对会把他当成未来的玉主培养。听莫长老说，你领悟了剑意。是，弟子的剑意乃是出自家传剑法云断莲台，练了10年有余，如今方才有所顿悟。不错。云断莲台缥缈中暗藏禅意，当年本宗主曾见过风家主施展此剑法，精彩绝艺，望你今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谢师尊夸奖，这剑法藏经阁里有没有？改天我也去借来看看，碰碰运气。似乎过些日子有一场新秀大比，新秀榜首之位，弟子势在必得。刀意。我居然领悟了刀意，原著里女主苏黎叶领悟剑意，在西河圣地可是被众星拱月般捧着的。不过我不需要众星拱月，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太出风头只会引来杀身之祸。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有对抗主角团的资本了。师兄，我要努力，奋斗几十年，躺平一辈子，为了能在宗门苟几百年，拼了！知道自己领悟了刀意，怎么还一副凄惨的模样？小姑娘不应该野心勃勃吗？大师兄，我要练魂术，我要变强。练，想练就练，别睡着了就行，不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叫醒这么小的师妹。事到如今，我已经不是为了那200个终极灵石而练了，纯粹是为了一股气。全师门没有人比我更懂内卷，白天练身法，晚上练刀，我就是第9届的卷王之王。小九，你夜间不必加练，即便身化惊风暂时不成，也大可以改练其他。这身法待到比赛后再练也不迟。哦，我听闻第一域有位小弟子，前些日子领悟了剑意，勉强堪当师妹你的敌手，修为虽逊色一筹，亦不可小视。这个我知道，原著里那个倒霉的剑道天才嘛，后来碰上女主，被虐得挺惨的。好在师妹也领悟了刀意。说到底，身法只是辅助，要想决胜负，还需在武技上用心思。昨夜师傅来看了你练刀，我见他点头，应当是不错的。所以你大可不必像被狗撵着一样修炼得这么拼命。你看，那就是剑意。急死我了！我就是极极国王，连第一域的新人都领悟剑意了，我怎么能落后？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小九平时很小心，不会冒进，今天怎么爬这么高？哇，爬得好高，每一步都是新环境。咦，还有小虫子在跳。等等，这石头怎么软绵绵、毛毛茸茸的，还会动？对不起，叔叔，我不是故意的。完了，我要变成一球滚下山了！这次不成，我就先放下了。万古岁月难缠的世界，好风铁借力，送我上青云，不送就摔下去了，求求你别！
去的眼，至少包含平定争霸和动乱。披荆斩棘，分享无敌，一往有前，浴火重生，几度轮转的涅槃。好高啊！潮汐卷起前尘往事。恭喜小师妹成功入门。腿软。刀荒剑影悠远的烈焰，所向披靡不忍看并肩。二师兄，什么时候能练到下一个境界啊？秋天前练成吧。秋天前练成就好了，正好应时气。第一境界叫惊春，第二境界是不是叫惊夏来着？第三境界叫惊秋，第四个境界叫惊冬。惊春、风雷、风霜、惊风雪域，4个境界暗合4时，不叫什么惊夏、惊秋、惊冬。师兄，我记得你说过让我不要好高骛远，过度关注入门后的境界，毕竟意境不同，对入门不利。是吗？不要过度关注，不是让你不看还瞎猜，不然还学什么功法？笔给你自己编换了。如今你的武修等级约摸是在8阶武者的水平，不算太弱吧？倘若你修炼10年，弱，但你只练了10余天，强得很。小九，你的修为现在还算像话了，可以出门历练，或是继续留在宗门里，你怎么看？历练？历练不就是外出旅游吗？我一个小菜鸟配吗？西河圣地可没有散养的规矩，都是长老带队团建的。历练好玩啊，不用看灵兽域长老的脸色，吃好喝好全凭实力。我要去！我已经练成了身化金风入门，不需要忌口烧烤了。这几天报复性吃烧烤，越吃越上头，我都怀疑七师兄下毒了。出门在外也是修炼，实战经验最重要。不用担心安全，二师兄也去，有他在，就不用找长老保护了。大师兄说，你的魂术只需练好这一式便可，贪多嚼不烂。好，今天不练了，去集市逛逛去。不行，我要努力修炼。师妹，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小九，你变了。早说了姐是钢铁战狼，战狼能不努力吗？小伙子，你领悟力不行啊。让你努力，没让你当妖兽啊。我那9徒弟这几日应该懈怠下来了吧？一直绷着也不像话。新秀榜的虚名锦上添花而已，有老七带着，应该不会让他修炼得太疯魔。无组织无纪律的感觉就是好啊。在西河圣地连个彩排都不能缺席，在无名神宗居然能踩着新秀大比的开赛点回来，不愧是反派宗门，自由。什么人啊，连午觉也不让睡了。我本来历练就是到处招猫逗狗，修炼只占5成，结果带上小师妹，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修炼。她修炼怕不是为了玩命，几条命啊这么玩。走地鸡，这么努力还是飞不起来，好可怜。小九，去救下那只白翅玄骨鸡。师兄，那鸡可是3品往上的妖兽，那几个人根本打不过，鸡不用我们救，人才要救吧。晚上咱炖鸡汤喝。哦，想吃就想吃，说这么好听干嘛？这人要么家底厚有隐藏修为的法宝，要么修为极高。这群人看着狼狈，其实死不了。不过没有人能拦着我捉鸡。好的好，离这群人远点，我才好把鸡带了给七师兄做菜，不然当着别人的面吃妖兽，简直是把人傻钱多速来抢劫写在脸上。
这人类是不是有病？你难道没有自己的生活吗？和一只鸡竞走算什么事儿？想孤注一掷，我先避其锋芒。靠！能这么轻易逮住这只鸡，你早动手啊！我追了这么久，你才来截胡，算什么事儿？别打了，别打了，师妹，师妹，师妹，这根本没法打啊！他完全是在逗我玩。我是你三师兄。真的？长得倒是挺像师兄们描述的，但我不能表现得太好骗。等他拿出证据，我再下台阶。哟，老三，老你个头！没大没小叫谁呢？三师兄，小九真乖，没被老七教坏，不容易啊。小九你别气，这只小东西要是真把本源之力吐出来，骨质就毁了，炖汤就不好喝了。老三不是故意膈应你。生气了？没有，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为了炖鸡汤，我忍。老五让我带给你的。替我谢谢五师兄。听说师妹现在没有护甲，到时新秀大比，用这件正好。五品护甲没有任何属性加成，纯粹的物理防御最适合午休了。谢谢三师兄，我刚才脾气太坏了。老四说要给你送把剑，又听说你有神剑了，正不知送什么呢。你有啥想要的？师兄不用费心了，我能拜入师门已经很满足了。小九如今在练刀，老四怎么不自己来问？老四还带着老五、老六、老八在他老家做事呢。我先回来，那几个家伙都快玩得乐不思蜀了。一个不好，老四就要当上太子了，那可不行。其余几个师弟当然要帮他把哥哥救回来。三师兄，你怎么不去帮忙？我留了好东西给他们，不用去了。他哥出的事儿和鬼沾边儿？怕鬼就怕鬼，他们是怕你去了，他们还要多救一个吧？老七，你就多余长这张嘴。想吃独食，你做梦！我是说你少说话，吃多几口无妨。哼，好，打不过你，我还吃不穷你吗？好啊，小九，这一式堪比7阶武者化境的全力一击。不到3个月，午休等级就赶上了灵海品阶，我果然是个平平无奇的修炼小天才。小九，你灵脉有缺，估计是把技能点全点在午休上了，所以才能领悟刀意。有了刀意，午休一图事半功倍啊！其实刀意是传承送的，不过师兄们好像对刀意一点都不感兴趣，只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反派师门的眼界就是高啊！老三回宗门处理破事了，新秀大比在即，二师兄快被烦疯了，让老四来陪我们玩。四师兄要来？是哟，公子川来了。西师兄，你大白天放什么烟花？烟花？我在召唤老四啊！召唤？说的好像四师兄是什么召唤兽一样。公子川来了，四师兄好。谢谢师兄，这把刀好漂亮。这刀兼顾了秀气与厚重，简直完美，就是太重了点儿。我之前到底哪来的自信要这么重的刀啊？小九怎么这么客气？老四，有没有给我带好东西？好好说话。
是陛下。我爹还没死。国主千秋万代。这么碍眼，我送你进宫如何？我想当将军。师弟当将军屈才了，我命你为东厂督主。师兄怎么忽然夸我？七师兄还是吃了没看过宫斗剧的亏啊！东厂督主那可是太监啊！玩笑话，平北城里没有太监，也没有东厂。给我死！打起来，打起来！精彩！这暴力美学简直绝了！怪不得连这么不靠谱的七师兄也拿新秀榜第一。话说回来，10天后就是新秀大比了，我自己到底能不能行啊？先天境7重，你如今的修为与第9届那位相当，算上一切准备，胜率约摸7成。9成？好歹谦虚些。不行，他的年纪比我小多了，赢了没面子，输了更丢人。我一定要在新秀大比上击败人。总感觉踩点回去有点危险，万一迟到了呢？其实我是怕在外面野惯了，回去反而水土不服。成，前几天下山听说玄冥拍卖行要开月度拍卖了，明天去看看有什么新鲜物件。到时小九看看有什么喜欢的，直接拿下便是。好，我一定要忍住，绝不乱花钱，就算师兄付钱也不能乱买。我真是全师门最不爱买东西的，绝对是因为穷。自观气海，太古愁仙诀。步入7阶武者境界后，我就在丹孔里发现了这个东西。当神识触碰它，感觉就像在阅读一篇典籍，不再是太古残篇，而是完整的太古愁仙诀。残篇已经是地阶下品，这完整的得高得多离谱啊！不过奇怪的是，我每次想问师兄这件事，就会突然忘了这个念头。试了好几次都这样，跟中邪一样。这么邪门的东西，真的是好东西吗？我这该死的好奇心。今天七师兄说我达到了7阶武者化境，不知道能不能翻开这本太古愁仙诀，多看一页也好啊。好家伙，真是没见过的内容。浩花来自远古虚空。平日里只有你下别人的份儿，现在是看见什么了？见鬼了吗？掌柜，与你无关，继续说。不愧是神宗内洛玉主的嫡系弟子，哪怕只是几个少年人，这般威压，我代表神宗凡门在众多势力间勾心斗得这么久都没见过。第一次亲自感受到老七所说的小九天赋惊人是什么概念？顿悟，应当是顿悟。师兄，你行不行啊？再说一遍。师兄，我不和你打了。站这儿。给小九护法。哦，小师妹的资质真的没得说，区武者7阶，居然能顿悟1整天。顿悟10天更好，就怕错过大比。怎么可能？要是在我的教导下能顿悟10天，还要师傅干嘛？我教他就完事儿了。确实不可能是因为你，万一是小九自己有所领悟呢？地阶下品刀法，7阶武者化境会用魂术，再加上先天境7重，有天才我的教导，加上这次顿悟，新秀榜妥妥乱杀。没个正形，别让小九学了你的轻狂。他要是轻狂懈怠，师傅就该放心了。你要见过他怎么修炼，肯定怕他努力到走火入魔，太吓人了。老子真是太强了，开宗立派不在话下。小师妹就是我的活招牌，开局拜入老子门下，入城顿悟10天。站好。四师兄，你易容去帮师妹参加大比如何？等小师妹醒来，直接打最后一场决胜局便是。为何不是你去？
师弟我学艺不精。师兄我也不精易容术。大师兄的易容术想必出神入化。师兄你英明神武，你去劝劝大师兄。要劝大师兄，我宁可自己，不，我宁可把你揍服，让你去。哼，师兄，我们猜拳决定谁去易容。哼，还是打一架决定吧。师兄，你们在聊什么呀？打来打去的。不会是在争谁来揍醒我吧？我这次顿悟确实有点久，差点以为自己要睡死过去了。无事小九，我们要快些走了。不用易容了，我就后悔自己嘴贱出这个馊主意，我又打不过四师兄。这就走。还好小九醒了，我就怕他顶着小九的脸胡言乱语。小九，我带你。好。果然，师门灵人是祖传手艺，我已经麻了。本来还担心迟到，看四师兄这速度，稳了。小九，你可知新秀大比的场地在何处？不知道。何人在此横冲直撞？今天是新秀大比，你们不仅服饰不合规，还违规御剑，带人超速，还明知故犯。怪不得七师兄那么飘的人都没超速过，原来宗门里御剑有限速啊！长老，您听我说啊，希望再沉着不休息。妈的，四姐！还敢跑！长老息怒，息怒。丙64。行，我知道在哪儿，走吧。你的剑呢？你傻啊，我又不用剑。这是师兄们教我的狗剩之道，主打一个阴险。你才傻呀！你一个天灵根不带剑，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有问题，赶紧背上装装样子。好吧。运气太好了，居然碰上个小菜鸟。双方通报姓名。内门第9域，苏阶。我认输。我们都懂。不是，我还没动手呢，这就不打了？苏妾胜。从出传送阵到赢下一场，还没到一盏茶时间。我上台的时间甚至没有找场地的时间长，这赢的也太草率了吧！师兄，你们应该没有放话出去，说谁敢和我打，你们就会套麻袋揍他吧？我们揍人还需要套麻袋？老七，好好说话！你家乔什么文胡粗吧？当然没有，是他们识时务罢了。新秀大比是平分制，面对太强的对手，资质中等的弟子会避其锋芒，保留实力。遇见你，算他们运气差。虽然不战自派，捏败拓分多，但他更怕你为了拿高分杀招，要是受了重伤，后面的比赛就全完了。原来如此，不过我看起来有那么凶残吗？我懂了，我没那么大威力，但日月剑这个小妖精绝对是装起来了，还真被他装到了。内门第9域，苏界。我认输。我认输。
没想到新秀大比还有舆论战部分，第9域的凶残之名真是远扬内外门啊！要是对上第9域，千万要快些认输，否则你都不知道他们会为了获胜出什么阴招。是啊，我听朋友说，他亲自遇上了第9域的内门弟子，年纪小得很，但威压恐怖，简直是个小妖女。面对他，败北毫无悬念。小妖女威压恐怖，明明都是听了我自报家门后才认输的。要是对方认真打，说不定败北的就是我了。这群人的判断标准也太违心了吧！小师妹，你还是快些离去吧，此处不是你该久留之地。好心的说，小姑娘，像你这种年纪的更加要小心。听说第9域此次出战的小妖女与你一般大，心狠手辣，可不分年纪。见了她千万别逞强，立刻认输为敬。一言难尽的说，多谢师兄提醒。不必客气，我见你面善的很，千万别被恃强凌弱欺负哭了。面善的小妖女本人再次无言。你怎知我们不是第9届的弟子？内门弟子不应该是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吗？怎么还有这款像土匪的？开玩笑吧！师兄别见怪，我师兄脑子不好，喜欢开玩笑。人家好心提醒我，总不好吓到别人。我居然离午休6阶只有1线之差了。好就好在午休突破不用挨雷劈，比法修友善多了。这几天赛程紧张，小九你不用急着突破，巩固境界即可。急于求成容易适得其反，根基不稳反而不妙。好，四师兄这表情，不会是我的五脉也有问题吧？灵脉废了就算了，五脉再出事，我真的会谢。师兄，给个准话吧。小九，以后出门记得把脸洗洗。啊？瞧这一脸灰啊沉的，跟刚从地里刨出来似的。在山里我就想说了，怕你小姑娘面子上过不去，被老七带着，都快成野孩子了。今天是特例好吗？连续顿悟15天又赶路回来，谁还记得洗脸啊？以后会的。顿悟15天的后果，算了。那边。哼，我还说传说中的小妖女有多恐怖，原来是颗小豆芽菜。豆芽菜，我这叫精致漂亮好吗？这朱凡胆子真大，敢当面挑衅第9域的人。他可是先天境，要是赢了苏措，说不定能被域主看中，收为嫡系呢。我可不会看你年纪小就留手。大可不必。终于见到个不是看见我就认输的人了。这是什么路数？不用剑。去哪儿？师姐，我去别的比武台看看。贾四在那头，第1域领悟了剑意的弟子在那边，其他对战有什么好看的？我是去看第9域。第9域那小弟子开赛大典都不来，能有几分真本事？师姐最讨厌不守规矩的人。听倪师兄说，那小家伙要练身化惊风，今天正好去看看练成没有。哦，我看看去。身化惊风可是武身法中的极品，就算在内门练成者也是百中无一。那小丫头能练成，绝不可能。我也没想过自己会输，那200中级灵值我赢定了。比赛开始！哼，半点不留手，一招解决你！他怎么不动？吓傻了吗？莫名其妙，他这淡定的样子，怎么像丛林里安静蛰伏的妖兽？
归元承天剑，这剑诀以攻击力出名，他一出手就是杀招。人呢？还没完！你，怎么回事？这根本不是剑招对决，这股巨力简直像传说中以肉身力量闻名的凶兽。出界了，这反应速度比玄塔山脉里的野兽差远了。我怎么会被一个还没我肩膀高的小丫头靠武艺打下台？这简直莫名其妙。苏朝胜，怎么赢了？你看清了吗？为何这位师兄忽然飞出剑下？神花惊风。小家伙，你赢了，200枚终极灵石，你数数。居然还有上赶着送钱的？师兄不用了，我都忘了。200枚终极灵石啊，对我来说真的是巨款。如果不做任务，靠拿宗门的低保，几十年都没有这么多。哼哼，拿着，愿赌服输。师妹，你记得别把我打赌的事说出去，你没说出去吧？没吧。我只在师门里和大师兄、3师兄、4师兄、7师兄说过，2师兄没说，因为他本来就知道，这应该不算说出去吧。我认输！不走不行啊！现在外面都传开了，说我折辱人又一手，身为剑修连剑都不用，光靠踹就把人踢出界，直接认输确实是最聪明的举动，毕竟分低事小，社死事大。我最早就这个小九运气真好，当年我们一场场打得灰头土脸。是师兄们名气够大，光靠第9运的名头就吓退了一堆人。等等，似乎从我以后，师弟们在新秀大比上就分外好过。感情我是最后一个打破头的。当年我场场匹配上强手，全是不信邪偏要挑战的，头破血流还不认输，苦啊！不愿再回忆。哎，第一域的，第1域都是剑修，这女孩看着挺文静的，我决定对她温和点，至少她没开口就叫我小豆芽菜。为什么要用一种看渣男的眼神看我？我还没做什么。双方通报姓名。内门第9域苏卓，内门第1域沈雨辰。第1域的小师妹啊，姓沈，沈雨，沈什么辰？什么辰？什么？沈文不是男主的妹妹吗？原著里她被第9域录取，最后背刺了整个师门，现在没进第9域，居然进了第1域。就这么在乎别人叫什么吗？就几个字这也听不清？这第9届的小弟子还真是心大。苏大小姐，久仰大名。久仰久仰，她在第1季应该没事吧？原著里她可是向女主接了师兄们的底牌啊。不带剑，你是看不起我？不是，我今天本来就不用剑，我是说实话，想用也用不了啊。连第1域的剑修也不配他用剑吗？太嚣张了！哪有放着剑不用，赤手空拳上场的？果然是洛清风山教出来的徒弟，说不嚣张是假的。
可否开始？可以。如果苏杰因为轻敌输给我，那就再好不过了。苏家踩我沈家一脚，今天我就借你苏卓垫脚，扬名立冠。游龙绕月，沈家果真是有底蕴，这一击寻常人别说躲开，修为低了都看不清，只能用剑引雷硬扛。赌的就是你躲不过，而且扛不住。只要你强行去接，就会浑身麻痹，任我宰割。怎么会打不到？难道我们的境界差距有这么大吗？雷电太扎人了，看见就想躲。让闪电追不上我，不仅靠身法，还靠求生欲啊！救命啊！完了，传言说苏绰下手伤不重，但侮辱性极长，他会怎么折磨我？他连打都不屑打我，他就这么看不起我吗？被师兄们拎了那么多次，我终于也拎了一回别人，这感觉太治愈了。我终于不是唯一的菜鸟了。妈的，开心！苏绰胜！这第9域的庆祝方式，当真邪气！好好一个大小姐，笑起来居然这么嚣张。那个颜未然也是，太诡异了。今天以后，你面对的10个有9个都会是内门弟子，各种各样的对手、招式、习惯各不相同。还好在山脉里历练了2个多月，不然现在应对起来肯定手忙脚乱。听说第5域那个天才也突破了，先天境7重呢。第5域擅长炼药，不擅长打斗，你应该遇不到几个。哦对，之前和第5域约定的，如果你赢了第5域的弟子，又拿了新秀大比第1，温动就要输给你一枚长生丹。小九你还记得吧？我难道能不记得吗？长生丹啊，不灵脉续命的7品神药，我恢复灵脉就指望这种神神叨叨的东西了。第5届真的有长生丹吗？温动为什么这么大手笔？他是个傻子吧？当然有，他拿长生丹是因为寻常6品丹药我们看不上。长生丹虽然难炼，但一炉能出10颗8颗，炼丹世家拿出几颗不算难。至于他为什么敢提，自然是因为他不觉得你能夺魁。这届新弟子确实人才辈出。小九你也不用有压力，实在觉得难打就算了，师傅给你买几颗也不妨事。长生丹要多少灵石来着？1000高级灵石，肯定买不到，大概得1万高级灵石等价的灵草吧。师傅可以套套交情，从第5域千域主手里换一枚。温动要的是第5域首席的名声，下血本也是为了收买人心。不过我懒得戳穿，把他当冤大头就得了。1万高级灵石，这么贵，把我卖了都买不起啊！不行，我一定要赢！温动哪里是傻子，他明明是我未来的榜一大哥！夺魁奖励1颗长生丹，这种好事上哪儿找去？谢谢猴王实名赞助第9届钓鱼。七师兄，你再陪我练1个时辰。你不是说回风就倒下吗？我还以为你这个卷王终于能放下执念了，打了大半天还累不垮啊！1万灵石，还是高级灵石。老七，你知道1万高级灵石是什么概念吗？师傅说师兄败家，还真不是诓我。为了这笔巨款，我拼了！无名神宗这操练新弟子的方式，真是令人身心俱疲，身体差一点都扛不住。甲117，第5域，
只是没确认谁上场。哦，第5域大多数是单修，作战能力不算强悍，他们在新秀大比上通常会和外门弟子一起淘汰。不过这一届的天才弟子算是个小小的意外。阴修，无名神宗的阴修十分稀少，不过第5域的域主就是阴修。这女孩看着无害又漂亮，但眼神好认真啊。双方通报姓名。内门第9域苏绰，内门第5域连青衣，这可是个难缠的对手。阴修和单修本身防御薄弱，所以身上的保护法器绝对是同阶中最强妙悍的。我没办法用以前的方法直接把他踹出界了。开始！出现了，第9域的小妖女终于出现了，神剑威严赫赫，她会用什么剑诀？我不能用剑法，只能用剑技糊弄一下了。水月梦美吟，这可是与水月琴相匹配的最强技艺之一。这琴音有古怪，它在诱导我的精神，让我觉得心情安静，甚至想放下武器。他放下了剑，琴音有操控人心的能力。第9域的小妖女居然就这样简简单单的折在第5域手上了。与我同阶级的对手有这么容易屈服，这实属反常。他不受琴音影响。魂印！融魂境大能，这威能也太骇人了吧！我的招式居然能逼迫长老动真格！长老居然亲自下场化解，这威力得有多大呀！苏卓胜！还好二师兄出手及时，不然4师兄给的护甲就要报废了。那可是能挡青海境全力一击的宝贝，贵着呢。你用的是什么招式？万劫封破印。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招具体干嘛的，大师兄教的时候连名字都没说，我还是练了很久才知道名字的。谢谢你告诉我。不客气。妹妹，你到底知道了什么？能不能说给我听听？我一头雾水啊！大财主啊！恭喜苏师妹获胜，连师妹的底牌连第1域的风恩岩都能压制，居然被这诡异的魂印秒杀了。万一这邪门的丫头真拿了榜首，我那1000狙击灵芝岂不是打水漂了？哦，第一次完全施展魂术，这体验简直是肾虚，仿佛灵魂被抽走，身体被掏空。大师兄到底是怎么做到轻描淡写的？小丫头，林长老好。我在藏经阁听内门弟子讨论，个个都说这小姑娘性情无比嚣张。难道我有那么可怕吗？居然让她吓得脸色发白，颤颤巍巍的问好。林长老，小丫头，你这一手魂术用得早了。我懂，用过一次，别人就有了防备。如果对手针对魂术进行防护，效果肯定大打折扣。林长老，弟子没有想过要靠魂术取胜，我自己也不知道威力有这么惊人啊！今天才算有了点感触，就是用完太虚了，以后还是少用为妙。原来如此。
去休息吧，老头子我也没什么正事要说。吃点儿，师兄带你去看看未来的对手。大师兄居然当裁判，旁边的小弟子都在偷偷看他，估计很好奇这么年轻的内门弟子修为得有多高深才能顶替长老的位置。开始多久了？我觉得挺好看的。好刺激！二师兄，他在给对手送分呀。第一域的作风，给对手表现的机会，也让裁判看出对方更多可以加分的地方。风秉安，射！不像我，前一场就把会魂术的老底漏了，这场对决完全看不出风秉安压箱底的技能，只能看出他会的剑诀真是多的离谱。风心安是风家后人，不出意外，他的剑意是从云断莲台中悟出的。到时候师兄带你看看剑谱。好，为了胜过风平安，为了那1000高级灵石的长生丹，拼了！哈哈哈哈哈！还未恭喜苏师妹蝉联新秀榜第1，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呐！长老过誉了。苏师妹，今天这一手魂术着实精妙，不过依宗主的意思，实在不宜在新秀大比上用。哦，你不急吗？这可是你最大的底牌啊！被剑用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可没听过有不能用魂术的规矩。曾经有仨瓜俩枣的弟子用魂术，实力不足倒也无所谓。现在苏师妹用这一手，让宗主看到了，我们这些定规矩的实在是难做啊。这小丫头神魄强的离谱，宗门也不可能让弟子冒着神魄受损的风险硬抗，只能判他赢。这比赛还怎么比？为什么偏偏是第9域的小孩路子这么野？赵师兄，别人不管，偏偏管我妹妹，宗门难不成是在欺我第9婴示弱？倪师弟，全宗上下哪有人觉得第9域弱的？你这狐狸装的跟真的一样。师兄不必多言，师兄直接告诉我，本届新秀大比的奖励是什么吧？我们不说出去。宝物1件。哦，言尽于此，师弟别为难我了。那是自然。若我师妹不用魂术，又夺得新秀榜第1，再加一件宝物奖励她如何？如果这宝物真的很珍贵，肯定不会有第2件。你这狮子大开口也太狠了吧！倪师弟，师兄私下来与你谈，自然是带着诚意来的。出价可以，别这么离谱。7品丹药3颗。什么丹药？1颗不，2颗已经是极限。倪师弟，你说吧。同为7品丹药，真心程度也天差地别，就怕他说出个什么珍贵的离奇的丹药出来。长生丹，这全当宗门与第9界的私下约定，切莫外传。那是自然。2万高级灵石，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到手了？不像西河圣地，奖励无非是圣主亲自传道，就跟奖励暑假作业一份一样雷人。师兄，宝物是什么啊？每届新秀大比，宗门会依照获胜难度制定最终奖励。本届或许是有剑意出世，竞争足够激烈，宗门定下了顶级奖赏。夺魁的弟子可以进神宗宝库挑选一件宝物，师妹你到时看看有没有合眼缘的，拿走便是。只要眼力足够，你挑一枚9品丹药也可以。进神宗宝库随便挑，这是直接把我放进宗门的保险柜里逛啊！无名神宗太大方了。宗门最珍贵的物件自然不在库里，你想从里面找出一枚长生丹都难。就算是鸡肋，那也是宝库里的鸡肋啊！没人能拒绝逛博物馆的同时还能顺走一件展品。可以不喜欢，但一定值钱。这几日不用魂术，
也尽量不要动用你的刀，否则人人都会知道你有刀意。好，二师兄果然阴险，要没有他，我绝对耗不到200个终极灵石，更别提2枚长生丹了。如果刀意暴露，第二玉会趁夜黑风高把你带回去，做他们的师妹。这么可怕？好，我一定藏好。你的刀取名了吗？揽月。和你的山名一样？不是，是游览的览。还有这样省事儿的，逮着一个名字好。师兄，你要觉得没特色，也可以叫他苏揽月。我的刀就跟我姓吧，毕竟四师兄婉拒了让一把刀跟他擦姓的玄机。说起来，如果这把刀跟了四师兄姓，万一有了刀灵，是不是算还做皇室贵胄来着？3万高级灵石，我要是赢下来，就真的是给师傅省大钱了，更别提冠军还能去宗门宝库里零元购，是零元购呀！老七，睡什么睡？起来修炼！全师门只有七师兄和我的修为最相近，其他师兄这时候应该在修炼。不过对于七师兄来说，老七，三师兄你也来啦！你们练，我来看看阵法。三师兄对阵法有强迫症，他看自己1年前布下的阵法，估计觉得像狗啃的一样。七师兄，你陪我练练吧，我要是拿第一，就有3枚长生丹了。怎么有这么多？哪儿来的？怎么这么多冤大头？哦，宗门今年这么大方。二师兄果然心黑，2枚长生丹啊，普通外门弟子干10年都换不到。果然还是得接宗门祭宗门，外加薅有钱人。好啊，大比完了以后，我们去山下的拍卖会玩玩。师兄，我也想去。七师兄为了帮我护法错过了拍卖会，不如趁现在玩个够。那自然要去，不过新修大比之后，颁奖与入门大典同时举行，开赛大典错过无妨，但入门大典小九还是不要缺席了。好，要不是错过了开赛大典，我嚣张的名声也不至于传得这么快。我总不能拿大喇叭到处喊，我是因为顿悟15天才迟到的吧？想当年，老子参加入门大典，好像还是昨天。的确没多久，小屁孩还想倚老卖老啊！你才小屁孩！入门大典上，义和圣地会来人吗？咱和义和圣地关系有那么好？至少我不曾听说过义和圣地会派人来，这不是找事吗？其他宗门倒是会有宗主或长老来参观，说不准还真的会来。宿主胜！这规则改变后的紧张程度，简直就像从打匹敌变成了打徐渭，输了就掉分。还好我没输，不过第一域的剑修怎么越来越多啊？太累了，这是什么牛马生活？比了这么多场，终于遇到了夺魁路上最强劲的对手。风平安领悟了剑意的天才，3万高级灵石，我来了！孟思满胜！这小子确实厉害，既然他是第3名，那我之前被他的剑威震得吐血，好像也不丢人了。小九，到你上场了。哦，好。妈呀，怎么这么多人？不会都是来看我的吧？还怕人看呀？你就当场下都是给你送零食的人。对啊，赢了这场3枚长生丹就到手了。3万个高级灵石，亲切又和蔼的灵石。双方通明。第1域风阳庵，第9域苏卓。苏师妹，你是不是灵脉有损？比赛是见过话多的，也见过话少的，
还没见过传音聊天的。你这么多场对决，从没用过剑诀，这是我唯一想到的解释。都到这步了，我也没打算虚张声势，算是吧。我不能让你拿第一，陪你打1个时辰，你就认输如何？打假赛不好吧？这人觉得我打不过，还要陪我演1个时辰，这是什么操作？这并非弄虚作假，师妹你的实力本来很强，只是我不想趁人之危。可是我要赢！你要赢啊！你在犹豫什么啊？这孩子不会是个傻子吧？我严重怀疑，如果我现在开始无理取闹，他真的会把第1名让给我。好吧，那我……你好好打，不要留手，我要动真诀了。我从没想过自己有鼓励对手的一天，怪就怪这第1域的小天才太单纯了。也好，我会认真出手。你最好是。对决开始后，直至一方认输方才终止。是否开始？果然不简单。好诡异的身法，看来这场对决没那么简单。天罡剑，范风掌，融会贯通，12岁的7阶化境武者，这孩子怎么没来我们第2域？抢来也不是不行。他居然赤手空拳接下了风背翼的剑诀，这肉身力量也太恐怖了吧！遮天掩日剑，这可是第1域大长老的拿手剑诀。风安阳这小子果然有2把花子。下雨还打雷，这不是触电大礼包吗？这般威势，风师弟恐怕已经领悟了遮天掩日剑的精髓。苏卓既然轻狂至此，战到如今还不出剑，再不出剑他就输定了。他应当真是有难言之隐，不能用剑诀，居然就这么个不能用灵诀的小师妹赢了我。决赛，顾不上会不会被第2境捉走了，保命要紧。刀！第9阶的小师妹居然是刀修，她有老祖赐下的神剑不用，居然去练刀，果然小妖女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云断莲台，剑意现世了！这剑意中居然有一缕虚无的禅意，宛若高高在上又满目悲悯的神佛，真是不简单。第1式春山蝶。刀意，怪不得放着神剑不用练刀，原来这第9域的小弟子在刀道上的天资竟是100年难遇。落苍山是怎么捡到这么个宝的？哦，是从西河圣地抢来的，怪不得连我都想抢了。要是我没有这般天资，别说跋扈，就算在宗门里横着走也正常。好痛！苏师妹，是我小看了你。哦，我没有小靠你。哼。这小子真难缠，不过我消耗比他小，拖也能拖死他。为了3万高级灵石，拼了！所有人都低估了他，就算不用灵诀，他的实力也深不可测。云断莲台第3式，不莲台。太古残篇第2式，
登临一人。我输了，这不是棋差一道，而是完完全全的碾压。他赢得堂堂正正，我输得明明白白。苏妾胜！多谢师姐手下留情。我变成师姐了，有这个辈分在，看这傻小子顿时有点怜爱了。不客气，应该的。这人到底还有多少底牌啊？苏界，新秀榜首，光15届居然能胜出，午休居然可以这么强，不愧是苏大小姐。等等，苏黎黎这次怎么没把我是假千金的事闹得全世界都知道？这不符合她的绿茶人设啊！赢了！小九的刀法一日千里，师兄恐怕已经打不过你了。师兄谦虚，这一场比以前10场还费劲，差点功亏一篑，亏大了。本日新秀榜第1位苏卓，第2位风安阳，第3位孟思满。我是真的赢了，3枚长生丹有了，进宗门宝库零元货的机会也有了，好多钱啊！还是年轻人好啊。是老祖，这届新弟子天赋颇佳，刀艺与剑艺同出，100年难遇。这届都有些什么奖赏？第1名入宝库取宝物2件，第2、3名分别取1件。如此这般，我也添几件吧。得到老祖的注意，这些小弟子机缘不浅啊。是晚辈失职，老祖叫我看比赛是假，点醒我宗门事务的破漏才是真。老祖如何处置？小九，你醒了吗？醒了。小九，你睡太久了，这小东担心你死了，特地来看看。自从比赛以来，我每天打卡聚灵峰，几乎没歇过，连猴子都以为我全死了。我谢谢你啊，师妹，你猜我听说了什么？什么？你这嘴还挺灵光，西河圣地真要来人了，2天后派长老和弟子来参观入门大典。不会是来抢你的吧？当然不会，有苏黎黎在，西河圣地还有我什么事儿啊？不过原著里没提过西河圣地拜访无名神宗的事，到底是变数，还是这事本身就没掀起风暴？小九，苏家寄来的。哦，我看看。什么年代了，你家还寄信啊？对哦，苏家跟我联络靠的是类似宗门玉符的东西。我没留在西河圣地，苏家很不高兴。但最让他们不爽的是我失联了，翅膀硬了，10日内回本家领罚。你没事吧？说了要罚我，我还回去，难道我是傻子吗？你小时候没炸了你家祖坟吧？又抽灵脉，又要求这要求那的，你不回去寻仇就不错了，还领罚？没炸。我不知道我家祖坟在哪儿啊，我又不是苏家生的。哦，那就行了，到时候我们去炸一下。不对啊，小九你居然不是苏家的后人，那老祖还给你纵剑，这件事到底有哪里是对丑的？我也不懂。卷轴给师兄。小九，不必理会这些话，你当作没见过便是。按理说家族见到后人有出息都要讨好着，既然师妹连苏家人都不是，那这苏家不回也罢。好。师父知道吗？如果他会算命，应该知道。他不会算命吧？不会。是不是苏家人不重要，办完事后再和师父说。没想到新秀第一被你3个月拿下了，这事绝对不能说出去。这位妹妹真是漂亮又有气质，典型白富美，不愧是阴修兼丹修。宗主您好，没眼光的东西。
不必多礼。在我的印象里，这位宗主对待女主苏黎黎，甚至比对待自己的亲传弟子风寒安还要看重，连自己的徒弟都不护着，这能是什么好人啊？洛苍山这小徒弟居然是个武修，还是个领悟了刀艺的小天才。不过他看我的眼神怎么有点奇怪，横眉竖眼的，不会是想当我的徒弟吧？也不是不行，不对，我是个剑修，没法教啊。诸位都是神宗的天之骄子，未来将成为宗门的中流砥柱。100年来，本座曾见证过众多后辈的崛起，但毫无疑问，此时的你们是这段历史中极为出众的一批。这宗主怎么这么能说？1个时辰了，从西河圣地到无名神宗，这种大人物传道的奖励简直跟坐牢一样。果然第9届的放养教育才是最香的。诸位，如果有想说的话，此时可以畅所欲言。我可不能问他到底看中苏黎黎什么，免得他真觉得苏黎黎是个人才，坑我是一回事，把师门坑了可不行。说到此次新秀大比的奖赏，新秀榜首可入宝库选取宝物2件，第2名、第3名可选取宝物1件。2件？居然是2件！还有什么人能在逛博物馆的同时拿走2件展品当纪念品啊？师兄们认证过，宝库里的东西绝对贵重，但绝对没用。可以不喜欢，但一定值钱。苏师姐，长生丹。哦，好，谢谢。这妹妹长得真好看。这个送你。这是庆祝师姐夺魁的赌约，怎么是你送来的？没想到第9届的小师姐这么大方，还给我回礼。这真的是传言中那个嚣张跋扈的大小姐吗？我五师兄说吃这个能长高。怎么会有人研究这么奇怪的丹药？可恶，简直让人心动。多谢师姐。不用客气，我懂。第9届的师兄个个人高母大，我恨极了那种跳起来打别人膝盖的嘲讽感。年纪小没人权啊，必须要长高。苏师姐的身法好快，我输的不冤。不过她从小在伊河圣地长大，应该最精通剑道才是，怎么身法也这么厉害？她不会早就领悟了剑意吧？林人，我是专业的，师门祖传手艺。好吧，师姐你很厉害，练剑也是专业的吧？那专业太多了点儿。小女孩夸人就是动听，这么真诚。小九先别出来，我去看看。果然是师兄在动手，反派的身边就是腥风血雨。那道声音不是让他别去吗？我不理解，但大受震撼。你讲不讲道理？我们只是请苏师妹去第2域玩玩。谁不知道你们不安好心？玩完你还让她回来吗？师妹那么喜欢修武，到我们第2境交流是应该的。呸！就算小九不修炼，喜欢玩泥巴，也只是我第9届的师妹。完蛋了，老七完蛋了，把宗主大殿的台阶都炸了个缺口，这还能好吗？看来全师门只剩下我一个眼里有点规矩的了，反派的队伍不好带啊。这小师妹果然是学成了，力气真大。不打了，不打了！哼，当着大佬的面你揍人就算了，还砸人家的家门，几条命啊！宗主不住这儿啊？啊！凌睿，
耳朵里的两张脸。小九，师兄先带你回去，免得被第二狱捉走了。啊，这么大的烂摊子，就这么溜下跑了不好吧？就这，言行举止间流露出若无其事的熟练。不想走？台阶没事吗？当然有事，这都碎了能没事吗？不是，我是说老七把台阶打破了不会死吧？你担心他呀？放心，死不了。想打很久了，今天不错。服了老七不嫌事大的能力。宗主，长辈不管这点小事，到时候等长老拎老七去慎行峰，再让二师兄去把他赎回来就行了。他专门干这个的。下回小九你要是被长老捉了，就叫二师兄。前几天你四师兄御剑超速，也是他去赎的。我这么乖巧一个小女孩，只有二师兄能赎吗？那倒不是，主要是二师兄会讲价，付的零食少，能省一点算一点。松了一口气，又提了一口气。那么多白玉台阶，要多少零食啊？这价怎么讲都便宜不下去吧？三师兄，刚才宗主说我可以进宝库挑2件宝物，到时候咱卖一件，我就是富婆了，把台阶全掀了都没事的那种。师门还没穷困到要小辈补贴的地步，不必担心零食的事。小九你是新榜第一，可以提前半个时辰进入，慢慢逛，不用着急出来，逛一整天都行。我知道，逛博物馆肯定要认真逛，不可能一会儿就出来。跟随心里的想法，选喜欢的东西。贵重的物件常有，喜欢的东西错过这次，下次未必能遇见。宝库中许多都是孤品。三师兄这是怕我为了拿个贵东西，错过自己真正的机缘啊！我的抠门在师门里已经这么出名了吗？沿着这条道走下去，随意逛逛，只能取2件。多谢长老。这地方隐隐约约透着危险的气息，仿佛地下埋着什么凶兽。更奇怪的是，我居然动用不了灵力了，宗门连储物戒指都没收我的，看来是对这里的安保极度自信啊。8品法器，不过长得像个雪糕筒，不知道有什么用，但光是材料就价值不菲了。好刀，修仙界传言，没有刀鞘的刀，要么是至为烈性的神兵，要么是武王境大能的本命刀。想要这把刀，是因为我看透了它的价值，但我的预感告诉我，它不适合我，用起来很有可能喧宾夺主，反受拖累。反正也不急，慢慢逛。魔杖，这玩意儿怎么会出现在修仙界的宝库里？错觉。教练，我要学魔法。虽然我已经修仙了，但我以前看小说的时候是真的想拥有一根魔杖啊。师兄让我随心所欲，那我选个魔杖算是很随心很任性了吧。反正能选2件，浪费1件满足下情怀也不过分。苏师姐，孟师弟，新秀榜出炉后，许多年长的弟子都叫我师姐，感觉还挺爽的。我在那边看到了一把好刀，相当出众，连我都没忍住拿出来看了眼。我也看到了。师姐，你不喜欢它吗？有点喜欢，但我只能拿2件，所以轮不上那把刀。能拿2件还算什么只能啊？师姐，你手里的棍子从哪儿捡来的？我要带走。那个空柜子里放的是这个东西。你看见啦？
不愧是第9域的小妖女，居然能从众多宝物中选出个最像垃圾的。等等，她丝毫不在意自己用什么刀，很有可能是因为她对刀道没有那么痴迷。她的技能那么多，究竟主修什么？毫无疑问，只能是剑道。毕竟，谁能在先天境拥有老祖赐下的神剑？又有谁能不喜欢剑呢？苏潮很有可能早已领悟了剑意。第9界的消息封阻，以苏拓邪性的作风，领悟了剑意却不说出来，并不奇怪。毕竟他的天资已经足够精彩猎色，精通剑道对他来说只是锦上添花而已。这是什么？一根木棍，你可以叫它魔杖。宝库中居然有魔物！不是，魔杖只是一个名字，没有魔气。看来我得给魔杖改个名字了，不然容易吓到人。叫什么好呢？仙女棒、巴啦啦能量。也是，如果是有魔气的物件，不可能让弟子碰到，更不可能与众多贵重的法宝放在一起。师弟，你要不要看看？好剑，是好剑，真的好剑。这对话怎么听着这么滑稽？好剑好剑的。我要到剑锋上去取剑，不然就拿这把了。我看看，无名剑锋的底蕴固然深不可测，但我没有风师兄的自信。我真的能在剑锋上取到更好的剑吗？有点悬。说实话，我的眼力要挑出真正的宝物很难，偶尔有顺眼的，见玉镯没亮也就先算了，反正都是白给的，可以不赚，但一定不亏。这枚蛋上有9品灵兽的威压，不过放在宝库中的灵兽蛋必定是死物，只能当做炼器的材料。这是什么蛋？不知道，如果没死，一定很不简单。